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不让心灵崩溃的生活方式》这本书。在充满压力的现代社会中，如果没有心理健康的知识，生活就像是在战场上赤裸裸的冲锋一样。当今社会充满压力，因此没有心理健康知识已经不可能生存下去了。作者的推特每天都会收到类似已经到了极限，活得很痛苦的求助信息。面对太多有心理困扰的人，实在是需要做点什么。因此，关于心理健康的知识，在现代社会中是必不可少的，尤其是在职场中，这是一种必要的武器。本书的最大特色就是通过尽可能简单易懂且有趣的方式，将这些知识传递给我们。同时，这本书也与精神科医生的合作，提供了扎实的医学依据，所以可以放心阅读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：第一，预防为王；第二，饮食；第三，睡眠；第四，运动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预防为王。大家应该明白，本书的核心主题是预防为王，即让我们养成保护身心健康的最佳生活习惯。任何事情最具性价比的方式不是治疗，而是预防。而且正确的饮食、睡眠和运动知识就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。饮食、睡眠和运动是身心健康的基础。如果这些基础不牢固，心理问题的加重是理所当然的。虽然饮食、睡眠和运动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，但实际上能够真正落实这些习惯的人却很少。因此，作者用热情的言辞再次提醒我们要努力养成这些良好的习惯。要像自己能永远活下去一样管理饮食，无论如何都要拼命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。先去运动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饮食。首先列出关于饮食的重要事项。第一点，维持适当的体重 ，BMI 应该在18.5到25之间，体脂率也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。男性应为14%到24%。女性为21%到31%。如果只摄取糖类和脂肪，应增加蛋白质的摄入。蛋白质的推荐量是体重的 0.8 到2倍，每天摄入400克生蔬菜和水果。首先讨论的是适当体重。研究表明， BMI 在18.5到25之间的人群中，抑郁症的患病率较低。相反的，患有抑郁症的人往往体重过轻或过重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清楚了解自己的 BMI， 确保在18.5到25这个标准范围内。第二点是体脂肪与抑郁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关系。研究表明，减少脂肪量可能有助于降低抑郁症的风险。但请注意，如果体脂肪过低，免疫力会下降，可能会导致其他问题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将体脂肪保持在标准范围内。男性应为14%到24%，女性为21%到30%。总之，体重和体脂肪都应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过度的饮食行为都不利于健康，无论是体重过轻还是过重，体脂肪过少还是过多，都不好，适当才是最好的。接下来是第三点，关于蛋白质能否抑制饥饿感的假设。这个假设被称为蛋白质杠杆效应，即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越多，食欲就越容易受到抑制，进而可能减少暴饮暴食的可能性。事实上，日本的饮食习惯以白米等碳水化合物为主，蛋白质摄入量不足。对于那些以糖类和脂肪为主食的人来说，增加蛋白质的摄入是一个好方法。具体来说，建议蛋白质摄入量为体重的 0.8 到2倍。接着是第四点，关于蔬菜和水果能提高幸福感的研究。数据显示，充足的蔬菜和水果摄入可以提高乐观主义，增强自我效能感，并降低心理痛苦的水平。科学已经证明这一点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，食用罐装蔬菜和水果的人并没有感受到这些效果。只有生鲜的蔬菜和水果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。因此，我们每天应该确保摄入400克升的蔬菜和水果。接下来是第三部分，关于睡眠。
首先列出几点重要内容：一、最少睡眠7小时；二、每天同一时间睡觉和起床。首先讨论第一个要点，最少睡眠7小时。睡眠至关重要。作者在书中明确表示，睡眠比肌肉训练还要重要。日本人在睡眠方面的表现处于发达国家中的最差排名。睡眠不足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，甚至可能导致疾病的风险增加，集中力和生产力下降，激素水平紊乱，简直没有任何好处。作者表示，无论阅读什么书籍，都会强调睡眠不足是绝对不能忽视的。那么具体来说，成人每天需要多少小时的睡眠呢？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明确指出，成年人平均需要8小时的睡眠。然而实际情况是，如果上班族早上6点起床，为了保证7小时的睡眠，晚上11点就必须入睡。考虑到通勤时间，这在平日里可能相当困难，因此至少要确保每天7小时的睡眠。第二个要点，每天同一时间睡觉和起床。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非常重要，但同样重要的是，睡觉和起床的时间要保持一致。也就是说，要养成在相同时间入睡和醒来的习惯。虽然这很重要，但实际上这并不容易。假期时，我们往往会睡得很晚，这样做其实是不太好的。由于工作和学校等社会性的限制，平日的睡眠与没有限制的假期睡眠之间的差异，会导致起床和入睡时间的节奏紊乱，这被称为社会性时差综合症。研究表明，这种社会性时差是现代睡眠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平日因为需要上班或上学，我们的作息时间会比较固定，但到了周末，可能因为没有社会性约束，我们会在周五熬夜或周六早上睡懒觉，这样会造成一周中频繁的改变睡觉和起床时间，差距达到2到3小时，可以把它比作到一个时差为2到3小时的国家旅行。结果就是发生了时差反应。事实上，一旦周末时作息规律被打乱，到了下周一或周二，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疲惫和困倦。通过每天保持相同时间睡觉和起床，能够帮助我们更容易入睡，提高睡眠质量，获得清晨清爽的醒来体验。因此，请大家平日和周末都尽量保持在同样时间上床、同样时间起床的规律。接下来是第4部分，运动。运动的重要内容如下：每周进行喜欢的运动，时间不超过6小时，可以做肌肉训练，也可以做有氧运动。最重要的是找到无压力的运动习惯，目标是养成每周3次，每次30分钟的运动习惯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点，运动与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与不运动的人相比，运动的人在精神状态良好的日子比例高出了40%。运动有很多种形式，但最有效的方式是做自己喜欢的运动，和喜欢的人一起做。运动的关键是享受其中。如果运动本身变成了压力，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同时，研究表明，如果运动时间超过6小时，反而会导致心理健康的恶化。所以，任何事情都不宜过度。因此，最好每周进行6小时以内的自己喜欢的运动。接下来是第2点，有氧运动和肌肉训练，哪种对心理更有益呢？结论是，二者都有益。最有效的方式是结合有氧运动和肌肉训练，比如可以每周做2次有氧运动，每周做1次肌肉训练，这样的组合可以产生协同效应。总的来说，无论是有氧运动还是肌肉训练，它们对心理健康都有积极的影响。选择自己更容易坚持的方式最为重要。最后讨论第3点，关于焦虑的人更应该进行运动。根据一项研究，运动与抗抑郁药物的效果进行了比较。研究表明，当进行每周3次，每次30分钟的全力70%至85%强度的步行或慢跑时，运动对抑郁症的效果与药物效果相当。这真的是很惊人的发现。运动对抑郁症的效果与药物差不多。虽然您可能会觉得这难以置信，但这实际上是在哈佛大学教授教您健康的真相一书中提到的内容。
因此，当心理状态不佳时，运动是非常必要的。虽然如此，如果现在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可能会觉得，好吧，我决定开始运动了。但实际上，这确实是很难做到的。所以，最重要的是从自己能做到的运动开始，比如每周2次在家附近散步，这也是很好的开始。一旦习惯了，最终可以养成每周3次，每次30分钟的运动习惯，这样会是最理想的做法。特别是对于目前有心理不适的人，可能会觉得连走出家门都很困难。但请记住，站起来，自己走出去，开始散步就足够了。你唯一需要做的，就是迈出第一步。总结来说，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不仅仅是通过药物或治疗来实现，更重要的是通过日常的生活习惯来加以改善。饮食、睡眠和运动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因素，它们直接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和身体健康。通过保持适当的体重、健康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，我们可以显著降低抑郁症的风险，提高生活质量。虽然一开始可能会有些挑战，但只要我们从小处开始，逐渐形成良好的习惯，最终一定能够收获身心的平衡与健康。所以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，立即开始行动，迈出第一步，您的健康和幸福就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